Hello，Hello，歡迎咁多位今晚參加我哋 Forest House 樹雲學校嘅網上簡介會啦。咁我係 Barbara。咁咧，我見到可能都係星期五黃昏，大家都係趕住放工啦，或者翻屋企嘅路上啦。咁我暫時係見唔到有任何參加者想開 camera 嘅，除咗我哋嘅家教會主席 Mr. Tom 係啦。咁如果有興趣想開 camera 嘅朋友，你可以開個 camera 同我哋打個招呼，say 個 hello 啦。又或者你可以喺 chat box 度就咁 say 個 hi 都冇問題嘅。如果你覺得keep 住唔開鏡頭，亦都冇所謂。hello Tony，hello So，hello，歡迎你，歡迎。咁其他朋友咧，咁即使你唔開 camera 咧，其實你覺得舒服同埋你自在就可以㗎啦。我哋都唔介意大家今晚開唔開鏡頭啊，咁樣。咁都係網上嘅分享會啦。咁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歡迎你隨時舉手發問啦，亦都歡迎你喺個留言chat box 嗰度俾我哋信息，咁俾我哋知道。咁咧，亦都因為咧一路咧都仲有參加者陸續入緊嚟啊，咁所以咧我哋都想等多少少時間俾其他參加者都入到嚟先。咁我哋即管當我哋等多2分鐘左右啊。咁今晚係我哋樹雲學校自 Covid 之後咧，其實好耐冇再做過網上嘅分享會，因為我哋都比較鼓勵家長直接嚟到我哋嘅學校去到參觀啦，同我哋交流啦。咁所以咧我哋都隔咗一段時間冇做網上嘅分享會。咁但係今晚咧好開心，當我哋再一次做網上嘅分享會嘅時候咧，咁已經有超過20位參加者參加啦。咁啊好歡迎大家。咁咧再一次喺參加者陸陸續續都入到嚟嘅時間咧，咁我再重新介紹我自己一次啦。咁我叫 Barbara，咁我係樹雲學校嘅其中一位校董，咁亦都係一位華德福嘅媽媽。咁我自己咧有5個小朋友，都係喺華德福教育裏面成長嘅。咁最細嘅小朋友咧係5歲啦，亦都最大個咧亦都將近15歲啦。咁其實華德福嘅教育陪住我哋個家庭一路成長。由佢哋最幼兒嘅階段啦，到小學嘅階段啦，亦都到哥哥而家喺初中嘅階段啦。咁不論係對我自己啦，對我哋小朋友啦，同埋對我哋整個家庭咧，其實都係有好深嘅經歷同埋體驗嘅。咁亦都將時間交俾 Miss Wincy，我哋嘅助理校長，等佢介紹下自己先。Hello，大家好，晚上好。咁咧，我係Wincy 啦，我自己本身都係一位家長嚟嘅。我自己有2個小朋友，咁咧大仔咧就已經讀緊7年班啦。咁我細女咧就而家係5年班。咁我自己本身咧就已經喺樹雲學校咧就教咗就快7年啦。咁我而家帶班咧都帶到6年。咁所以咧我自己本身都係一個6年班嘅老師嚟嘅。咁我自己嘅歷程咧亦都係因為小朋友嘅緣故啦。我本身自己係一位主流學校嘅老師。咁但係因為有小朋友之後咧，我就覺得教育對小朋友嘅發展好重要。咁啊，除咗家庭教育之外咧，學校教育咧都係我哋好着緊嘅部分。咁所以咧12年前咧，我個仔都唔係12年，應該13年前啦，已經講緊。咁啊，我個仔出世之後咧，我就開始留意緊一啲唔同教育嘅選擇啦。咁跟住有幸認識咗華德福教育啦，跟住認識咗樹雲學校啦。咁亦都因為阿仔入咗嚟讀書之後，我又認識咗呢個學校之後咧，我就覺得啊，我可以將我自己嘅教學嘅一啲能力啊繼續contribute 啊，繼續貢獻喺教育界裏邊，咁所以我就加入咗呢個團隊，咁就到而家啦。咁呢個就少少嘅背景同大家分享。好多謝 Miss Wincy。咁咧，為咗咧，即係雖然我都好即係好尊重各位，未必想開 camera 或者開咪。咁但係咧，我都唔想對住空氣講嘢嘅。咁所以咧，接住落嚟咧，我都想同大家有少少互動嘅環節。個互動嘅環節咧，好簡單嘅啫，大家只係需要咧睇完個圖片之後咧，喺個 chat box 嗰度咧，憑直覺冇啱同錯嘅答案嘅。咁大家只係需要咧喺個 chat box 嗰度咧答一個數目字咧，去到同我哋有少少互動，玩下遊戲咧，咁就可以㗎啦。咁亦都如果喺過程中間咧，大家有任何問題咧，咁亦都歡迎咧大家咧係可以舉手發問啦，或者喺最尾嘅時間咧，其實我哋都係會有Q&A 嘅環節嘅，係啦。咁首先嚟到呢度咧，我想準備開始我哋第一條問題咯喎。咁歡迎大家咧準備望下我哋第一條問題先，係啦。咁咧等等啊，個 大家會 chat 見 box disable 咗。哦，好，可唔可以請後台嘅同事試下係咪開到個 chat box 咧？
如果我而家自己用咧，就應該用到嘅。我試下得唔得先？嘿，請問大家係咪望到我嘅 chat box send 咗個 message 出嚟咧？參加者可唔可以試下？咁咧，我都即管繼續問我嘅第一條問題啦。咁咧，第一條問題咧係咧，大家睇到我哋而家 share screen 嗰度咧，圖片上面咧有9幅圖片。咁咧，如果上至下、左至右咧，1、2、3，中間行4、5、6，跟住7、8、9，喺你心目中咧理想嘅教育，最直覺俾你嘅感覺，應該係邊一張圖片咧？係啦。咁大家咧，即管喺個 chat box 嗰度咧，擺個答案出嚟就可以㗎啦。我已經見到咧，有朋友咧答咗7啦、5啦、1同埋3啊，都有唔少人揀5喎，1同5都好多人揀喎。喺你心目中理想嘅教育到底係點樣嘅咧？有時我哋會諗啊，佢會唔會係好似第2張圖片咁樣比較着重成績啦？或者係一個陪伴住好多人揀5嗰張嘅感覺，應該都係陪伴住小朋友一齊成長嘅感覺。1嗰張咧就係讓小朋友有夢想飛行嘅感覺喎。7同9都揀得好好喎，因為咧7咧就係我哋認識唔同嘅朋友，組成我哋嘅社交圈子啦。或者9咧係當我哋去揾我哋人生，真係定焦喺邊一個方向，探尋我哋嘅人生又係點樣呢？好啦，跟住落嚟咧，我想睇下第2條問題喎。第2條問題，想問大家，咁你過去接觸嘅教育模式，或者你心目中主流嘅教育模式，又係做緊啲乜嘢呢？邊一張圖片最能夠代表你過去接受或者主流嘅教育模式係點樣嘅呢？又睇下大家嘅答案會係啲咩嘢嘞喎。好有趣喎，頭先咧好多人咧都揀5啊、7啊咁樣，而家咧走咗出嚟咯喎，2同埋4。2咧好明顯係一張成績單啦，有好多 A 啊、B 啊嘅成績啦。4都好多人揀喎，好似喺度不停好努力跑緊步，一個馬拉松跑緊步嘅狀態喎。除咗2同4咧，咦有人揀8喎。8咧俾我自己嘅感覺咧係好似好多功課喺度好努力咁樣計緊數啊咁樣。好得意喎！大家心目中咧理想嘅教育嘅答案咧，同而家出嚟大家見到主流教育模式咧，嗰個答案係完全唔一樣嘅喎。咁到底你揀緊啲乜嘢教育俾你嘅小朋友咧？好啦，跟住落嚟啦，我哋去第3條問題。第3條問題咧係你心目中渴望為未來嘅下一代，特別係你嘅小朋友選擇嘅教育，你又會想揀啲乜嘢俾佢咧？邊一張圖片最能夠代表你想揀嘅教育？到底係點樣嘅教育俾你嘅小朋友，俾你嘅下一代呢？呢條問題咧，我問咗自己好多次嘅，其實話呢個朋友仔好貪心啊嚇，1、3、9、1、3、5，咦又翻去1、3嘅答案咯喎。頭先3咧喺理想教育嘅時候咧，其實係比較少見到嘅答案喎。嚟到呢度咧，我哋見到3咧好多出現喎，1、3都好多出現喎，9都好多人揀喎，好有趣喎。其實咧，我哋理想中嘅教育咧，好多時咧，大家都會諗啊，有5啊，有7啊，陪伴孩子成長啦。5係頭先理想心目中好多人揀嘅喎，7咧都有好多人揀，就係希望佢哋有一個有愛嘅一個社群陪住佢哋成長結交朋友。去到我哋呢一刻揀緊俾小朋友咧，我哋就會揀1啊、揀9啊、揀3啊咁樣。咁呢個咧係一個小小嘅熱身遊戲啦，亦都咧好多謝大家咧頭先揀咗呢一堆答案之後咧，令到我自己咧好睇到咧，其實當我哋理想心目中咧，我哋揀5嘅答案咧，我哋想陪伴小朋友嘅成長。但係到現實咧，我哋而家面對緊主流嘅教育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都有2、4嗰個感覺，就係好多功課啦、成績啦，甚至係漫漫長路嘅跑步啦、馬拉松式。
跟住到我哋真係想揀為我哋自己嘅小朋友而去揀嘅時候呢，我哋又會揀翻1啊、9啊咁樣，1、3、5、9都係我哋好常見嘅答案。咁咧呢啲答案咧，其實咧都真係冇對與錯嘅，純粹咧係一個 ice breaking 嘅時間，同大家玩一個小遊戲。接住落嚟咧，我哋會咧正式進入我哋今日嘅講座嘅環節時間。首先咧，我會想為大家介紹下華德福教育嘅起源，亦都多謝大家頭先嘅答問之後咧，喺總結嘅時間咧，我會再回應大家頭先所揀嘅答案嘅。當我哋講華德福嘅教育起源咧，好多時我哋一定會提到華德福教育嘅創辦者，佢係一位哲學家 Rudolf Steiner 魯道夫史戴納。咁咧佢係一位奧地利人啦，亦都咧喺佢嘅年代咧，經常遊走於奧地利啦、德國啦、瑞士啦，甚至係北歐嘅地方，佢都有四圍遊走去到講學嘅。咁而咧喺1919年，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咁當陣時咧喺 Stuttgart 呢個地方咧有一個煙草廠啊，咁呢個煙草廠嘅老闆咧好希望咧為佢嘅員工咧提供一個免費嘅教育，咁而咧佢當陣時咧就邀請咗 Rudolf Steiner 去到幫佢設計第一間嘅華德福學校。當陣時呢間學校咧其實冇話叫做華德福教育咁樣嘅，只不過咧係 Rudolf Steiner 咧佢設計咗一套整套嘅課程，而呢一套課程裡面咧，其實佢最關注嘅咧唔係每個年級學啲乜嘢，而係到底呢個年級相對嘅小朋友佢哋嘅成長發展係做緊啲乜嘢，係需要啲乜嘢去幫助佢哋成長。咁而咧佢整套嘅教育理念咧就係配住呢一個成長發展，環繞成長兒童發展呢個主題咧去到設計嘅。好特別嘅地方咧係每當我哋講起咧 Rudolf Steiner 點解設計呢一個第一間華德福學校嘅時候咧，其實我自己產生好大嘅共鳴嗰個位咧係1919年咧，正正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其實當陣時嘅社會咧係非常之混亂，亦都受到好多嘅破壞，人心咧亦都唔係咁安定嘅狀態。咁而正正喺嗰一個年代 Rudolf Steiner 去創辦教育嘅時候咧，佢最關注嘅唔係到底喺教育裡面佢哋學啲乜嘢知識，而係喺教育裡面咧，佢哋點樣得到真正被滋養、成長而成為一個成人。亦都對比今日現今嘅世代，喺 Covid 咧嘅時間咧，我哋成日講網上 online talk 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提到啊 Covid 後到底會係點樣咧？我哋翻唔翻得到 Covid 之前係點樣咧？又嚟到早呢1-2年咧，我哋開始講好多 AI。其實當 AI 嘅世代嚟臨嘅時候咧，我哋都係面對住一個好急速轉變嘅社會環境。咁到底嚟到呢個咁樣嘅世代，教育又係為咗啲乜嘢咧？仲係唔係只係為咗追求知識或者課程，而能唔能夠真正關心到孩子嘅成長發展需要呢？呢個咧係點解我今晚選擇喺講華德福教育嘅時候，仍然要堅持第一個，一定要提翻 Rudolf Steiner 去講下華德福教育嘅起源到底係點樣。咁但係咧經歷咗1919年直到依家啦，其實華德福教育咧已經遍佈全球㗎啦。咁華德福教育咧已經超過107年嘅歷史，由1919年至到而家已經有107年嘅歷史，超過2000所幼稚園甚至係小學，係遍佈全球，超過80個國家。嚟到亞洲區咧，亦都超過30至50年嘅歷史。某啲國家咧已經係接近超過30年嘅歷史啦。喺香港咧，大概係20年嘅歷史左右。其實當華德福教育咧遍佈全球嘅時候咧，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咧，就係因為我哋關注嘅唔係單一嘅課程發展，而係真係關心每一個地方嘅本土文化啦，同埋佢哋嘅小朋友嘅成長。咁所以咧，佢去到每一個地方咧，都會切合當地嘅本地嘅文化，而去做咗一啲本土化嘅變化，或者喺課程上面咧都會有唔同嘅修整啊，或者整合嘅。好特別嘅地方咧，係當我哋講我哋全球有幾多間學校嘅時候咧，我好想帶呢個信息俾大家，就係因為我哋喺全世界有超過咁多間學校，我哋去到每一個地方，我哋都有朋友，
我哋係屬於一個好大嘅社群，我哋去到每一個地方，我哋都會可以揾到當地嘅華德福學校而同佢哋做交流，就好似樹宏學校咁樣啦。過去幾年咧，我哋去過台灣啦，台灣有超過幾十所嘅華德福學校，我哋去同佢哋交流，去探討佢哋嘅教育發展，佢哋嘅實驗學校點樣推動到當地多元化嘅教育發展。我哋亦都去過馬來西亞，去探訪佢哋嘅華德福學校。佢哋當地咧做兩文三語，因為其實佢哋係三文三語，佢哋除咗中英文之外咧，佢哋仲有學馬來西亞話。咁所以咧，佢哋做嘅語言發展咧，比起香港咧係更加快，同埋發展得更加好。我哋亦都去同佢哋交流，佢哋係點樣做華德福教育，甚至咧樹宏學校咧係第一間喺香港註冊嘅華德福小學咧，係得到 World Waldorf List 世界華德福學校。嗰本書裏面咧，我哋係榜上有名嘅學校，亦都係咧全球Steiner Education Australia SEA 呢個機構咧第一間海外嘅會員學校。咁所以咧，當我哋嘅學校咧已經喺 World Waldorf List 裏面榜上有名啦，或者我哋係 SEA 澳洲嘅華德福會嘅註冊會員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嘅學生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咧，佢哋好快已經可以融入到當地嘅華德福學校。所以當我哋嘅學生去到加拿大啊、澳洲啊，以至係英國唔同嘅地方升學嘅時候咧，其實咧佢哋都係好快可以銜接到當地嘅課程同埋當地嘅文化。亦都咧喺全中國咧，其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華德福學校，咁咧令到我哋咧去國內同學生交流嘅時候咧，我哋都係有機會去到探訪到唔同嘅學校，同佢哋交流。亦都有當地嘅國內嘅學校咧，每年都會特登帶佢哋嘅學生嚟到香港，同我哋樹宏學校嘅學生咧去到做交流同埋溝通，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咧好早已經接觸世界，接觸唔同地方嘅學生，同佢哋成為朋友交流。接住落嚟咧，我想將時間咧交俾 Miss Wincy，同我哋講下咧，到底華德福教育咧有啲乜嘢特色喎？唔該晒 Miss Wincy。Hello，大家好。咁咧，去到呢個環節咧，我都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啊。咁就係咧喺你小朋友出世嘅時候咧，你有冇諗過你當刻咧想即係你見到小朋友出世嗰刻，你心裏面諗緊乜嘢咧？我估咧好多家長都可能諗緊係開心快樂啊、健康成長啊咁樣樣。咁啊，去到小朋友大咧，就開始留意緊即係可能讀書啊、學業啊嗰啲嘢。跟住咧，我就有第二個問題都想你擺在心嘅咧，就係咁你想你小朋友去到21歲成年嘅時候，係一個點樣子嘅一個人咧？係喺佢個性格啦，各樣發展咧，你有冇心目中有個想法啊？你希望佢成為一個點樣品德或者點樣獨特嘅一個人咧？我都想呢個問題你擺在心。咁你喺講到咧華德福教裏邊咧，其中一個會成日都聽到嘅，而家其實坊間都好多人講嘅 age appropriate 適齡教育。咁但係講緊適齡教育其實係一個咩概念嚟嘅咧？咁我唔知你有冇試過啦，但係我自己咧作為新手媽媽，第一個小朋友出世咧，或者我甚至懷孕嘅期間咧，我第一件事去做咩？我就去買本嗰啲育兒手冊。係啦，或者嗰啲育兒嗰啲書，我唔知有冇啲媽媽可能都有類似嘅嘢，就開始喺度睇緊啊，究竟佢每一個禮拜嘅發展係點樣樣？究竟佢咪係跟住一個進度去發展嘅咧？跟住當小朋友出世嘅時候咧，咁你就繼續會繼續再睇啊，原來佢1歲咧，或者可能佢第一個月咧係有呢啲階段嘅發展嘅喎，去到第二個月咧有某一啲階段嘅發展嘅喎，跟住咧可能佢會開始識得自己轉身啦。或者跟住可以識得爬咯喎，跟住下一個階段就識得行，跟住就可以再發展去識得講嘢。我唔知你有冇呢個咁嘅經歷啊？咁但係好有趣嘅咧，就係咧去到小朋友啦，可能進入咗幼稚園咧，開始甚至去到小學階段咧，家長已經手上面冇再一本叫做呢啲咁嘅育兒手冊，咁所以就無從得知咧，究竟小朋友其實去到嗰個年級或者嗰個歲數有啲咩需要咧？咁有個咧好出名嘅心理學家咧，佢叫做 Eric Erikson，咁啊叫做艾力森。其實佢講緊一個
8個發展階段嘅。咁不過咧，佢都係比較簡潔咁講咧，將6到12歲嗰小學階段為之一個階段，12到18歲咧為另外一個階段，咁去講啫，佢都未去到好仔細。咁但係咧喺 Rudolf Steiner 裏邊咧，佢真係好仔細咁去研究人咧嘅發展，每一年嘅發展。咁所以咧喺學校，我哋學校裏邊咧，樹宏學校裏邊咧，我哋都好着重咧，小朋友究竟佢幾時適合入小學？佢入咗小學，究竟佢小一係一個點樣嘅發展階段，以至我哋嘅課程係點樣配合佢嘅成長？咁所以咧，好似一年級咁樣啦，一年級咧，其實佢個重點嘅發展咧，就係講緊一啲嘅習慣嘅建立啦，因為嚟一個新嘅環境啦。咁跟住同埋係佢要係一個 wholeness，即係一個群體、一個團體嘅一個環境啦。另外咧，佢自己嘅心裏邊咧，亦都係一個好夢幻嘅狀態。咁所以咧，喺個課程裏邊咧，我哋用好多嘅童話故事咧，去講。去學習啦，去學英文啦，去學數學啦，因為呢個係佢理解呢個世界就係一個咁夢幻嘅世界。咁但係當佢進入2年級嘅時候咧，2年級咧就會進入咧係講緊一啲好強烈對比，強烈對比。咁咧就係所以咧喺個課程裏邊咧就會有好同埋壞嘅分別出嚟啦，就有光同暗嘅分別出嚟啦。咁所以喺個課程裏邊咧，亦都會有牽涉一啲好聖人嘅故事啦，因為聖人就係講點樣有個好嘅品德啦，點樣去幫助別人啦，點去關顧呢個世界啦，關顧佢嘅社區啦。但係另一方面咧，又會有一啲一啲伊索寓言啊，一啲寓言故事啊，就係講緊啊，原來咧人咧或者啲動物咧都有啲狡猾嘅一面嘅喎，咁佢會有啲咩後果咧咁樣樣。咁我都好記得咧，我自己咧嗰班咧喺佢2年級嘅時候咧，有個小朋友咧佢特別深刻嘅故事就叫做老鼠與獅子啊，即係老鼠好細隻，但係最後點樣救一個好大嘅獅子咁樣樣。咁因為佢會覺得咧，佢自己嘅個身體好細小，但係原來佢有好大嘅能力咧，係幫一啲比佢身形更巨大嘅一啲動物。因為我呢個學生咧，佢本身咧一開始入學到而家咧，都普遍係屬於細粒，但係因為呢個故事咧，就讓佢好深刻。咁所以咧喺個過程裏邊咧，佢就好被滋養啦。咁啊，所以佢就一直記在心咁樣樣。咁去到3年班咧，就發生咩事咧？3年級咧就進入一個9歲至10歲一個9歲危機啊！因為佢開始進入咧開始，咦？佢好似同呢個世界有啲分離嘅狀態，佢開始咧進入呢個世界裏邊咧，開始要認識，究竟我喺地上面我要做啲乜嘢？佢會開始咧揾緊佢自己係邊一個。咁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咧，就會學校喺個課堂裏邊咧，老師就會講一啲創世嘅故事啦，即係呢個世界點樣嚟啦，佢點樣嚟咧，人點樣嚟啦，啲嘢點樣發生啦。咁所以呢一年咧，學生嘅體驗咧，亦都好多喺啲農耕啊，自己喺一啲簡單嘅房屋嘅建設啊，跟住有啲好實際操作嘅體驗啊。跟住同埋會第一次咧去參與一啲露營嘅活動啊，即係讓佢自己同屋企人啊好親密嘅關係嘅人咧，就有一個短時間嘅離開，因為其實佢心裏邊咧就係有呢個狀態發生緊，咁所以咧喺個過程裏邊咧，佢會相對因為有呢啲經驗咧，其實佢會更加安心，更加係咯，安心一啲啦，secure 一啲咁樣樣。咁啊去到4年班咧。咁佢會做啲咩咧？4年班咧就開始真係要接觸佢呢個世界啦，慢慢連結個世界啦。咁咧，所以咧，其實喺個課程裏邊咧，亦都講緊咧係佢要認識佢嘅住嘅環境啦，佢要揾到佢嘅立腳點喺邊度啦，所以佢要識睇地圖啦，佢會用到指南針啦，佢會去學識佢本土嘅地理啦，呢個係課程裏邊嘅嘢啦。咁啊，故事裏邊亦都會牽涉好多北歐嘅神話啦，講緊哦，原來啲嘢唔係淨係得一個上帝，好似3年級淨係一個神去創造呢個世界。咦，講緊大家神都有同等嘅地位，我哋可以有自己嘅建議，不過都係會仍然有一個最大嘅領導或者一個領袖，我哋要聽從。咁但係咧，但係你可以有自己嘅聲音嘅表達。咁呢個係進入4年級。咁去到5年級咧，發生咩事咧？5年級咧就係好好咁就真係落咗落個地下度，一個更美、更平衡嘅狀態出現啦。佢個身體嘅發展咧會更加平衡啦，更加優美啦。喺佢學習裏邊咧，佢會學習呢個古文明啊，古文明嘅歷史。咁咧就由
古印度啦，去到波斯文化啦，去到埃及文化啦，跟住去到希臘啦，咁啊去到好多文學啊，一啲體能上嘅嘢啦。咁所以咧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喺五年級咧，就係點樣俾佢展現到佢個狀態咧？就係五年級咧就會有個古樂會。係啦，一個係香港嘅幾間華德福學校一齊咧，就會有個運動會。咁咧學生又要露營啦，個過程咧佢要認識其他人啦。咁喺個過程咧，佢亦都要繼續訓練佢嘅身體啦。到最尾腳咧，佢就有一個好似運動比賽，一個傳統奧運會嘅比賽咁樣樣。咁佢個重點咧唔係要贏人哋，而係點樣睇到自己嘅成長同埋睇到自己嘅轉變。佢要睇到即係要贏過昨日嘅自己咁樣樣咯。咁所以咧，佢喺裏邊點樣展現到嗰個運動嘅美感？咁佢就要學習喺呢一年裏邊就係佢嘅學習啦，咁樣樣。咁啊，亦都喺個過程裏邊，佢會慢慢由一啲好似啲神話故事啦，慢慢進入好似歷史嘅知識啦，咁樣樣。咁所以咧喺五年級咧，佢哋就會花呢啲時間咧，就去開始建立自己。咁另外咧，佢對世界嘅關係咧，就開始就係我同埋食物嘅關係啦。咁喺五年級咧，佢哋就會學習佢同植物嘅關係喺邊度啦。咁去到六年級嘅時候咧，佢哋個狀態咧就更加成熟咯喎，更加穩定咯喎。咁佢哋個身體咧就會更加重啦。咁咧佢哋會有啲咩狀態咧？咁佢哋會對於因果關係咧會開始在意咗，或者甚至需要學習嘅。咁所以咧喺呢一年咧，佢哋就會學一啲地質啦，關於地球物質嘅嘢啦，因為其實亦都係我哋身體嘅物質嘅一個部分啦。咁又會學到物理學啦、physics 啦咁樣樣，咁亦都會學習到business math 啦，一啲商業數學啦，因為要實際應用喺個社會度。哦，原來我做咗 A 呢樣嘢咧，我就會有 B 呢個結果噶啦。咁所以咧喺六年班咧，佢哋就會開始咧啲嘢要精準啦，要懂得去觀察啦咁樣樣。咁咧亦都會睇到佢嘅轉變咧，就係佢哋會開始咧原本係一啲好活躍嘅小朋友咧，去到咧進入青少年階段前期咧，咁佢就會開始感覺自己好似唔係好願喐啊咁樣樣。咁因為我個班咧而家係六年班尾啦，已經去到。咁咧我係觀察到咧佢六年班開頭到六年班尾而一個轉變咧係好明顯，就係明明佢哋一班好活躍嘅小朋友，對於好多事情咧都好雀躍、好興奮嘅。但係咧原來去到六年班咧係因為佢身體嘅轉變咧，咁所以咧令到佢咧有種好沉重嘅狀態，咁變咗佢就更加唔想喐啦。咁所以就覺得好似好難推動去做一啲嘢，咁啊所以呢個時候咧就更加要有啲更有趣嘅故事啊，更有趣嘅活動咧就同佢一齊去做。咁咧一路發展落去嘅時候咧，小朋友去到中學嘅階段啦，去到即係青少年嘅階段啦。咁佢開始咧就1到6年班咧就係講緊佢一個情感嘅發展。咁但係去到六年班開始咧，去到佢12到18歲係啦，呢個階段咧，咁佢就開始發展緊佢嗰個智性，即係個頭腦嘅發展。咁所以咧，佢就更加需要喺科學上面咧，嘅內容就會更加豐富啦。咁咧佢會講到天文學啦，會講到化學啦，會講到喺個歷史裏邊更加認識呢個世界其他嘅continent 啊，其他地方究竟係個發展係點樣啦。跟住甚至佢開始去探索呢個世界啊，咁所以咧就會講到航海歷史啊，咁佢真係離開自己熟悉嘅地方，再行得更遠嘅地方啦，咁樣樣。咁喺樹華學校咧，我哋有科咧叫做全球視野啊，叫做 Global Perspective 嘅課堂。咁呢個課堂咧，亦都俾學生有機會咧喺一啲唔同嘅議題裏邊咧做一啲討論，去探討啊，做一啲 research 研究啊，去認識啊，更加去認識呢個世界其實係一個即係發生緊咩事咧？點解有啲嗰啲現象出現嘅咧？咁呢個係7年班會做嘅嘢。咁一路發展落去咧，去到8年班咧，就講緊更加獨立嘅狀態啦。咁啊，跟住亦都開始會有進入嗰個喺個歷史上面，亦都係進入緊呢個革命時期啊。係啦，革命之後去到現代歷史，究竟個發展係點樣樣咧？因為佢會開始佢會同你去爭論、去辯論啊，點解係咁樣？點解唔可以咁樣？咁所以佢哋會過程有好多辯論，因為佢要思考啊，佢想知道個原因。咁就唔係以前純粹咧，你以前去問你點解嘅時候咧，仲可以用係因為咧天上面有個 fairies 或者有啲特別嘅魔法發生，咁而家你就唔得啦。咁你而家可能咧，你要同佢一齊去探索究竟點解？不如一齊
揾翻個原因啦，咁樣樣，即係用呢一種形式去同佢好實際去討論，咁佢係更加樂在其中啊，其實。咁啊，所以咧呢個時候咧，嘅8年級嘅小朋友咧，佢哋除咗好多學術嘅學習啦，生物啦、化學啦、物理啦，跟住歷史啦、地理會學啦、中英數會學啦，咁咧另外咧佢哋仲要行得更遠啦，佢哋過去嗰幾年咧，可能都會有啲露營啊，或者有啲過夜嘅活動啊，咁但係去到8年班咧，我哋就講緊咧，我哋要帶佢行出去香港。咁咧去到亞洲嘅其他地方，究竟呢個世界亞洲係一個點樣嘅地方咧？咁點樣將我哋學咗嘅嘢親眼喺我哋喺面前展現嘅時候，哦，原來係啱嘅喎，係咁樣嘅喎，定係咦唔係喎，都有啲唔同嘅地方喎。咁喺個過程咧，又去再加強佢嘅學習。咁所以咧，其實跟住再發展落去就係9年班、10年班，係啦，11、12，我哋希望咧最終可以發展到12年班咁樣樣。咁所以咧，其實咧小朋友咧係所謂嘅 age appropriate 咧係講緊乜嘢咧？就係你每一年按住因為佢唔同嘅需要，佢嘅成長發展，跟住就為佢喺個課程裏邊咧選取一啲合適嘅內容，甚至安排啲合適嘅活動。咁所以其實成個過程咧係由佢最細個嘅時候，可能 BB 階段到幼稚園，其實講緊係一個外顯，因為佢個身體一路成長。咁但係去到小學階段咧，就講緊係開始內化，因為係一啲情感嘅發展嚟嘅。咁所以咧就慢慢咧由外而內咁樣去發展，跟住去到咧中學嘅發展咧，咁就開始去到頭腦嘅發展。咁可能好多思維啊，好多討論啊，好多 judgment 啊判斷啊，咁呢啲咧就會出現㗎啦。咁去到21歲咧，先至咧正式比較成熟咁樣去成為一個成人咁樣樣。咁所以咧，我都去翻我頭先嗰個問題就係究竟你心裏邊諗緊有冇諗過你自己小朋友去到21歲，究竟係一個點樣嘅一個人咧？點樣嘅成年人咧？咁而你想佢成為一個點樣嘅人之前，其實佢可能要經歷咗一啲點樣嘅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包括學校教育咧。咁呢個就係留翻呢個問題俾你去思考啦。咁咧，咁當然啦，華德福教育咧，除咗頭先我講好多學術嘅嗰啲學科之外咧，其實咧亦都係講緊一個全人嘅發展。咁你頭先有聽到啦，一個身體嘅發展，一個情感嘅發展，一個智性嘅發展。咁咧喺學術層面以外咧，其實咧你會見到咧啲學生其實有好多類型嘅活動嘅。咁我哋仲用好多藝術嘅活動咧，去串連佢嘅學習，係一種跨學科嘅學習嚟嘅。咁包括一啲好明顯嘅藝術性嘅，你見到啦，可能係一啲佢嘅 main lesson book 啦，佢嘅主課本啦，咁佢哋自己冇一本好傳統嘅教科書啦，咁就老師就將啲知識或者內容咧寫喺個黑板度咧，咁一啲學生咧就去抄寫，甚至咧開始寫自己嘅筆記咁樣樣。咁裏邊咧就有文字啦，有圖像啦，咁用藝術嘅呈現啦，咁。因為事實上有啲小朋友或者啲學生咧，其實佢未必可以完全咧寫得好好嘅，咁所以早期咧可能佢會畫多啲咯，咁開始佢掌握得到啦，咁佢咪可以寫多啲咯。咁有啲話我中意用口講嘅喎，咁所以亦都會有啲係一啲專題報告嘅形式，亦都有咁樣樣，咁以至佢有多元嘅方式咧去呈現佢自己學習嘅成果。咁另外我哋有好多音樂嘅活動啦，因為我哋每一朝其實我哋都會唱歌啦。我哋有個神圈啦，咁嘅過程咧就會牽涉老師會同佢哋唱歌啦，將佢哋嘅狀態帶翻嚟由屋企，跟住沿路可能經歷咗好多嘢啦，翻到嚟學校佢需要啲時間去沉澱，咁老師就會用唱歌嘅形式將佢帶翻嚟學校啦。咁可能有啲 movement 啊，有啲節奏嘅遊戲啊，會同佢玩啊，咁等佢咧開始專注翻，呢一刻我要專注或者我要投入咁樣樣，因為小朋友一有得喐咧，其實佢就會專注翻噶啦，咁樣樣，跟住會有啲詩詞啦，會念誦啦，咁樣樣。咁有啲時候咧，老師可能玩啲小遊戲啊，甚至簡單嘅一啲好似戲劇、話劇類型嘅方式嚟將佢學過嘅內容點樣重新再呈現啦，咁樣樣。咁所以咧，我哋係將唔同形式或者唔同學科嘅嘢都係用藝術嘅方式去展現翻咯。咁裏邊可能係一個movement 一啲律動嚟背乘數表，或者去計加減數咁樣樣。咁所以係唔限於藝術就係藝術一科，音樂就係自己獨立一科，或者數學係獨立一科，都唔一定要係咁樣嘅。咁所以咧，我哋嘅學習咧係可以各方面都有，但係過程咧又係好開心，又好愉快，咁又好得到療愈嘅咁樣樣咯。咁所以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比較有特色嘅地方啦。咁咧，你會見到咧
有手工啦，咁呢個手工係我哋好特別嘅課堂啦，因為你會發覺基本上出邊嘅學校大部分嘅學校應該都唔會特別有一個手工課，因為手工課咧會覺得係都係啲好閒餘嘅興趣嚟嘅啫咁樣樣。咁但係其實我哋咧就好看重手工課呢樣嘢嘅，佢哋一年班咧就已經有㗎啦。咁你喺圖片裏面見到咧，嗰個牧童第一個袋咧其實係一年班嘅同學嘅一年班嘅全年嘅功課嚟嘅。係啦，即係個學習嘅 project 嚟嘅。咁咧，佢要花時間去磨去支針，去整起佢嗰粒珠，黐粒珠上去，跟住學習點樣一步一步。咁啊過程咧，老師都去用故事啦，用啲簡單嘅詩句啦，或者一啲歌曲啦，咁樣簡單教佢，嗰啲針法係點樣做。跟住之後咧，咁就一針一針就教佢咧，編織咗個笛出嚟，變成一個好實用，即係讓佢知道其實佢對手係可以做啲好實用嘅嘢咁樣樣。咁當然咧喺個過程裏邊咧，你會發覺咧，我唔知道有幾多家長咧係識手工。其實呢個手工咧係話易唔易，話難唔難啊？因為咧你要令到佢整齊咧，其實係你要好專心，你每一次嘅力度咧要均勻。跟住咧，你嘅數學咧，亦都要好，因為你要確保每一行你積嘅數目咧係一樣嘅，係不多不少嘅。咁你多咗又要修改，少咗又要加翻，咁你點樣做咧？咁當然啦，一年班就有老師去幫啦，咁樣樣。咁但係佢作為小朋友，佢自己嘅過程就發覺，我要自己小心做得好。咁另外過程咧，發覺如果我整得太緊嘅話咧，又唔好睇喎，跟住又緊又鬆，原來稱出嚟嘅效果又唔靚嘅喎，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喺個過程裏邊咧，係俾佢喺個第一係佢心裏邊嘅滋養，因為佢可以專注，佢可以平靜。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又要數數，又要確保準確，咁佢又唔可以分心啦，咁樣樣。咁我記得咧，我自己個班裏邊咧，有啲小朋友咧，係唔容易嘅對佢嚟講。不過咧，經過咗一年嘅時間，甚至去到第二年咧嘅時候咧，因為第二年佢就開始咧進入有少少歐針嘅體驗嘅時候咧，佢就發覺啊，其實我都做到啊，我都開始 enjoy，我都開始享受呢個編織嘅過程啊，咁樣樣。咁所以因為佢自己覺得自己有停落嚟同安靜嘅時間，咁啊，所以呢個都係對小朋友嚟講咧，都係一個有趣嘅體驗啦，咁樣樣。咁另外咧，就我哋都會有唔同嘅專題項目啦。咁三年級咧就係開始一個過程，俾佢體驗咩叫 project learning 啊，一個專題。咁咧就係可能三年級咧，因為佢重點係講要做房屋啊，咁所以咧佢就會老師會同我哋講究竟有咩類型嘅房屋啦，有啲咩特色啦，喺嗰個環境之下，點解佢會選取呢啲材料啦，咁樣樣。咁跟住啲學生就會自己咧揀佢自己想建造嘅房屋，跟住咧佢就會去諗辦法要揾啲材料翻嚟啦，跟住咧揾完材料咧整完出嚟咧，又要點樣令到佢有美感啦，跟住咧唔單止整個 artwork 嗰個作品出嚟喎，跟住老師仲要教其實你整嘅過程。點解你會揀做呢一個房屋嘅咧？咁老師咧就會教佢寫，跟住佢就要諗個過程，我可能遇到咩難關、咩難處，咁我又可以寫低。跟住咧完成咗之後咧，佢哋仲要咧喺學校咧同班上面嘅同學同埋學校嘅老師咧做個簡單嘅分享啊，就係將佢學習嘅成個歷程咧做一個簡單嘅口頭分享。咁咧其實咧已經開始咧進入緊原來咧專題研習個歷程咧，就係會經歷呢啲步驟噶啦。咁所以小朋友已經開始有第一個體驗啦。原來咧就要經歷呢啲嘢嘅咁樣樣。咁去到四年級，佢就有關於動物嘅內容啦。五年級又有其他唔同嘅題目啦，咁樣樣。咁就一路每一年都會有相關嘅專題研習嘅部分喺度。咁樣所以咧喺個過程裏邊咧，唔係淨係單純我哋坐喺度聽，坐喺度睇。咁而係我哋將各個學科嘅知識內容咧，呈現出嚟，跨學科咁去學習，最後用一個藝術嘅形式去呈現，甚至一個口頭報告嘅形式咁去呈現嘅。咁除咗課室嘅學習啦，咁我自己咧就特別中意咧係啲課室以外嘅學習環境嘅。係啦，因為我自己都係偏向一個藝術型嘅人啊，咁所以咧喺課室以外咧，其實係有好多嘅經驗係可以發生嘅。例如啦，有啲嘅 outing 啦，有啲嘅 field trip 啦，啲考察啦，咁例如好似四年班講緊一個本土地理嘅時候咧，你就咁單憑淨係睇書上面嘅嘢，或者你上網揾到個資訊，或者睇住個地圖，其實你感受唔到個社區。當你真正行出個社區，當你真正能夠由學校
我哋學校喺西貢啦，咁啊我哋個班咧就由西貢，我哋學校喺大網仔，咁咧行去西貢市中心，跟住我哋就揸住個地圖，揸住個指南針，學校一路出發，行到去西貢市中心，我哋大概花咗1個半鐘頭行一程。咁咧最大嘅體會係乜嘢咧？就發覺哇，原來喺地圖睇到嗰個咁細嘅距離咧，喺你真正要去行嘅時候咧，原來係要咁長嘅時間。咁佢個體會就好真實啦，咁樣樣。咁啊，另外當然又有啲活動啦、參觀啦。咁我哋都有安排俾啲小朋友去體會啦，咁樣樣。咁所以咧，行山啦，我哋基本上每一年都會有行山嘅活動啦，因為我哋低年班咧就喺1個禮拜會有一次咁樣嘅戶外活動嘅，咁去到高年班咧，咁我哋就喺全校性裏邊咧，就一年有2至3次嘅行山嘅活動，俾佢咧去感受下啊呢個季節嘅轉變啦，俾佢觀察植物嘅轉變啦，可能啲昆蟲啊，或者甚至嗰個地區嘅轉變啦，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將個學習嘅體驗咧，就唔係單單喺個課室停留喺個課室或者喺個書本或者嗰幾個文字幾個字詞裏邊，而係真正行出去咧，就將我哋嘅知識同個真實嘅世界咧，有一個連結同埋一個情感嘅感受嘅連結，咁以至咧佢回憶翻佢嘅學習嘅內容嘅時候咧，佢就會更加深刻啦。咁所以咧，呢啲部分咧喺華德福教裏邊咧，都係好看重嘅部分嚟嘅。咁另外啦，頭先阿 Barbara 都有講啦，華德福教講緊有107年啦，喺德國嗰邊，喺奧地利嗰邊，歐洲嗰邊嚟啦。咁係咪即係代表啊？佢哋所用嘅嘢，我哋全部要做晒一模一樣，咁就係華德福咧咁樣樣。其實咧，佢能夠遍佈咧世界各地咧，係因為佢有啲元素咧，即係你有啲原則咧係好好。我哋去實踐，但係過程裏邊咧，唔好忘記自己本土嘅一啲特性同埋啲特質，一啲好美好嘅地方。咁所以我哋樹雲學校咧喺個本土實踐裏邊咧，我哋又會做啲乜嘢咧？我哋咧就會特別看重一啲同本地文化有關嘅部分，例如4年班頭先有講啦，一啲本土歷史嘅嘢我哋會教啦，會講啦，地理啦，香港歷史我哋會講啦。我哋學校位於西貢區啦，咁所以西貢區咧每年都有一個好大型嘅天后誕咧，咁我哋咧都希望安排到時間或者機會咧帶啲學生去體驗下，究竟嗰個市集係點樣嘅感覺嘅咧？粵劇係點樣樣嘅咧？咁究竟嗰啲我哋中國嘅廟宇係一個點樣嘅一個古仔係點樣樣？點解喺呢個位置？究竟係有咩故事喺裏邊咧？咁呢個都係我哋希望可以讓啲學生去認識嘅。咁另外咧，我哋有啲中國嘅節日啦，或者香港嘅節日啦，就係新年啦。咁你見到咧新年有幅相啦，咁啊新年嘅活動嗰一班咧就表演一個《西遊記》嘅故事。咁所以即使我哋講好多外國嘅故事，但係不忘我哋都有我哋中國或者我哋本土香港嘅故事，都會同小朋友去講啦，咁樣樣。咁我哋亦都會連結香港本土嘅社區啦，例如咧陪黑暗中體驗咧係一啲盲人嘅一個生活嘅體驗啦。我哋希望小朋友即係啲比較高年班嘅小朋友開始認識呢個社會嘅時候咧，就講啊，原來佢哋係一個點樣嘅困難喺嘅環境之下生活，但係佢點樣去衝破佢嘅難關去學習咧？喺即係仍然生活到咧，咁喺個過程裏邊佢有啲唔同嘅體會啦。咁我哋又會連結本地嘅農夫，咁我哋學校有啲農耕活動嘅時候咧，我哋又會帶啲學生咧同本地嘅農夫去合作啦。咁等佢哋體驗香港稻米嘅種植係點樣樣。咁所以咧，呢啲我哋都係希望可以藉住唔同嘅一啲本地文化同埋本地特色咧，讓學生咧可以體會到即係華德福教育嘅美好之餘，仲有啲香港本土好值得繼續保留喺學校教育裏邊要有嘅元素咁樣樣咯。咁另外咧，我哋樹華學校咧點樣實踐華德福教育咧？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哋就小班啦。咁咧小班有個好處就係學生有需要嘅時候，你可以幫到佢，或者你可以花多啲時間去照顧佢。咁啊，所以咧呢個亦都係好特別嘅地方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小學咧，咁我哋希望咧各位主班老師咧，可能可以跟呢個班嘅時間就越長越好，因為咧呢個係講緊一個關係嘅建立，唔係單純淨係學習，而係一個教佢陪佢一齊成長嘅一個歷程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希望老師咧係可能至少有3年，甚至仲有6年嘅時間咧，去陪伴住一個班一齊成長。咁變咗喺個課堂嘅學習裏邊咧，就唔係單純我要跑課程
即係可能我唔知你哋有冇聽啊，即係有機會聽到啲老師會講，我要跑課程，我要追進度。咁但係因為咧，如果你一個老師可以跟可能至少3年或者甚至6年嘅時間咧，咁老師就能夠按住學生嘅唔同時間點，可能呢個班整體嘅需要可能爭少少，佢要多啲支援嘅，咁佢哋老師就可以花多啲時間喺嗰一年特別支援佢某一啲嘅學習，跟住去到下一年嘅時候，佢可以再補足翻咁樣樣。咁所以咧。喺個過程裏面咧，就成為小朋友學習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人物啦。咁你見到咧，呢個就我自己跟咗由1年班跟到而家6年嘅一班啦。咁去到中學咧，咁就開始又轉咗另一個模式啦。因為咧，佢哋需要咧更加學得專業啊。咁所以咧，7年班開始，即係我哋嘅中學開始咧，咁佢哋就會有專科老師。佢哋都會有佢哋嘅指導老師，去繼續去跟進佢哋嘅學習上或者心理上或者情緒上嘅需要。不過咧，佢哋嘅課堂咧就由本身係一個老師為教晒大部分嘅課堂，好似我而家咁，大部分課堂我教嘅，但係就會變成咧開始有其他嘅專業嘅老師嚟教啦。可能會有科學嘅老師啦，可能會專業嘅英文老師啦，數學老師啦，咁去教佢哋其他科目，因為佢哋開始咧一啲智性嘅發展啊，佢開始要揾一個更加專業，想知道更多嘢嘅時候咧，咁一個專業嘅老師咧就可以更加幫助喺佢學習上面嘅需要啦，咁樣樣。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其中我哋一個獨特嘅位啦。咁另外咧，我哋都好注重語言環境啦。咁啊，樹宏學校呢幾年咧好努力推行呢個雙語啊，希望咧學生都學好中文。咁我哋學校嘅團隊咧係一個好國際化嘅團隊嚟嘅，咁我哋有五湖四海嘅老師嚟香港工作，嚟香港咧去實踐華德福教育。但係咧，我哋都有咧嚟自我哋中國大陸嘅即係中文嘅老師，咁佢就將佢哋中國文化咧就帶嚟學校俾啲學生。咁所以咧喺個過程裏邊咧，佢哋會除咗用英文學習啦，佢哋會用普通話去學啦。咁我哋會用繁體字去寫啦，咁樣樣。咁喺個中文嘅學習過程就唔係淨係純粹技巧嘅學習咁簡單啦，係牽涉仲有一啲文化嘅體驗啦、歷史嘅學習啦，咁當然一定有啲知識嘅部分啦。咁所以，但係老師仍然係保留住主班老師嘅嗰種特質，就係華德福老師嘅特質，就係佢將用藝術嘅形式去將個課堂呈現出嚟，所以令到啲學生更加投入同埋享受咯。咁所以咧喺個過程裏邊，可能老師會唱歌啦，會有啲誦詞啦，亦都會有啲詩詞啦，亦都會有啲小遊戲啦，咁有啲律動啦，咁有啲話劇嘅表演啦，咁樣樣，咁即係讓咧個中文嘅課堂就唔係單純淨係坐喺度抄寫中文咁悶咁簡單啦。咁去到我哋學校咧，亦都有好多活動㗎。咁啊就係好多家長可以參與，同埋咧學生亦都好期待啊！一年有好幾個活動，咁啊一啲係季節性嘅活動啦。咁另外有啲就係可能係課堂嘅活動啦。咁提到啦，我哋有我哋嘅音樂課啦，我哋又有一啲農耕課啦。咁啊3、4年級其實佢哋會可能喺學校啦，或者出邊會一路做一啲耕作嘅活動啦。咁我哋咧有一個比較特別嘅喺華德福教育裏邊咧，一個學科叫做優律思美啊，係講緊點樣用一個動態嚟呈現一啲聲音啊。OK，咁啊，所以喺個過程裏邊咧，佢哋會有好多唔同嘅律動啊。可能走動啊，呈現一啲形態啊，咁其實係做緊咩咧？其實呈現緊一啲聲音，不過係唔係講出嚟嘅聲音，而係用身體展現個聲音。咁所以咧就會有種動感，有個流動喺度，但係又係呈現一種文字學習或者學術學習嘅部分。咁所以咧，同我哋學術嘅學習咧都係好緊密嘅呢個部分。咁另外咧，每一班咧基本上由1年班開始咧，仲有一個好重點嘅活動嘅。咁咧就係叫做班級嘅話劇。咁咧你見到圖裏邊咧有青蛙同埋公主啊，咁我唔知你聯唔聯想到係一個咩故仔啦。咁咧呢一班咧其實係嗰時係1年班嘅時候做啊，所以咧你唔好以為1年班好似咩都做唔到啊。但係咧喺老師嘅帶領同埋小朋友嘅投入嘅程度之下咧，其實咧佢哋最後呈現出嚟係一個非常之美麗、非常之感動嘅時候。因為通常咧接近5月，好似呢個時候咧就我哋班級話劇最忙碌嘅時候啦。咁啊因為老師嘅過程裏邊咧，就因為好多每人會有少少對白啦，會一齊集體去念誦一啲詞啦。咁咧起碼小朋友唔會好緊，雖然會緊張，但係佢知道有同學同佢一齊做。咁另一方面咧，有啲準備好嗰啲，可能佢自己會有一句可以自己講。咁係低年班嘅時候，咁咧一路年級一路高上去嘅時候咧，老師就開始發現，多咗小朋友可以自己
個別佢自己去念嗰啲對白嘅時候咧，老師就會俾個機會佢，可能佢要講多幾個對白，佢要開始咧有多少少動作去配合嗰個角色咁樣樣。咁喺個過程裏，個小朋友就每一年咧去經歷啊，其實我要學習個故事啦，我要學習去念誦啦，我要學習企喺人前去講嘢啦。佢最後表演咧，佢會表演俾學校嘅同學啦。但係最後咧，其實佢會表演俾自己嘅家長睇。咁所以其實家長亦都會見證住佢哋嘅各方面嘅成長，可能佢會越嚟越有信心啦，越嚟越更加自在啦喺人前咁樣樣。咁啊係一路陪伴佢成長。咁去到8年班咧就去到咧更加再專業啲嘅狀態。你見到咧其實會有個舞台，咁佢哋會一個更加長嘅話劇，咁啊變成真係一個戲劇啦。可能1年班係講緊一個15分鐘，去到咧5年班可能講個30分鐘，但係去到8年班咧講緊係起碼1個鐘，甚至有機會去到1個半鐘嘅一個好長嘅話劇。咁係啲文學嘅故事嚟嘅咁樣樣。咁喺個過程裏邊，因為佢已經有好多年有8年嘅經驗啊，所以咧去到時候咧佢就更加進入個角色，真係要 act，真係要演繹出嚟啦。咁所以咧，亦係一個好獨特嘅地方嚟嘅。咁啊，頭先有講到一啲專題啦，又有講到啲手工啦。咁啊，濕水彩畫咧，其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藝術活動嚟嘅，因為咧。平時咧，我哋畫畫咧，可能用筆啦，用木顏色啦，甚至用蠟筆啦咁樣樣。咁但係濕水彩畫係點樣樣嘅咧？我哋用水彩，不過咧張紙係全濕嘅。用全濕嘅紙開始畫水彩咧，你會發覺一個好大嘅難題，就係當你有顏色咧點咗落去張濕嘅紙度咧，張紙咧啲顏色咧係會化開。咁啊會有個咩問題咧？就發覺你好似控制唔到佢，唔知佢會周圍走，跟住你好似控制唔到去到你想指定嘅位置。咁咧呢個其實就係嗰個最大嘅目的啦。因為濕水彩咧，就係因為佢嗰個流動性啊，咁所以其實咧佢可以由一隻顏色融合去另一隻顏色，咁啊有種好自然流動、好 organic、好有機性咁樣嘅流動咧，咁啊所以呈現出嚟嘅畫作咧，其實係好美麗嘅。咁啊喺藝術裏邊，當然啦，佢喺濕水彩嘅經歷，佢慢慢可以將水同埋顏色，佢個想像力開始越嚟越豐富嘅時候啦，老師就會可能開始教佢畫唔同嘅一啲嘅形態啦。咁去到高年班咧，就講緊可能就真係揸住蠟筆啦，揸住即係木顏色啦，就畫啲真係再具體一啲嘅藝術創作咁樣樣。咁所以係一個歷程嚟嘅。咁咧去到一啲數學嘅學習咧，我都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咁咧喺教育界，甚至咧喺呢個全世界裏邊咧，呢幾年咧都好流行講 STEM 啊。OK，甚至去到講 STEAM 啊咁樣樣，係即係一啲跨學科嘅學習。其實喺華德福學校裏邊咧，其實小朋友係1年班咧已經進入呢個範疇噶啦。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咧其實咧由手工呢一個課堂開始咧，其實佢已經進入 STEAM 呢個概念。因為頭先講過啦，佢牽涉數學，佢牽涉佢要點去編織，佢去規劃佢嘅編織。咁所以裏邊咧呢個原理同埋呢個思維訓練咧，其實係一個編程嘅最基礎嘅開始嚟，因為編程其實都講緊喺個編程嘅過程，你要諗緊我下一步我要點做，以至我可以出乜嘢效果啊嘛。咁所以其實喺手工課裏面咧，我哋已經開始培育緊小朋友有呢一種咁嘅狀態。咁啊去到去勾針，跟住咧去到十字繡，跟住去到自己縫紉各方面嘅發展嘅時候，其實全部都係講緊你要規劃，以至有啲乜嘢成果出現。其實咧係我哋亦都已經係一個好有趣地將跨學科嘅嘢，將數學啦，將藝術啦，將一啲邏輯嘅嘢啦，擺埋咗一齊。咁所以其實咧，呢個已經係一個 STEAM 嘅開始。咁而家當然去到呢個世界講緊 AI 嘅時候咧，就去到高年班講緊一啲科技教育 technology 點樣去應用，點樣學習，以至佢能夠面對 AI 或者應用 AI 或者更加適當地應用 AI 啦咁樣樣。咁所以呢個就係喺我哋唔同嘅活動裏邊咧，就俾佢有機會咁去接觸啦。咁另外做啲咩活動咧？有啲 outing 活動就係頭先我講啦，低年班咧一個禮拜會去一次一個戶外嘅活動咧，就係我哋嘅 VRC 啦。咁我哋大網仔嗰邊有個好好嘅地方咧，咁佢有個細細嘅森林啦，咁但係亦都有個石灘啦。咁啲小朋友咧每個星期都可以去嗰邊海灘度玩水啊、玩石啊、捉魚啊、捉蟹啊、起屋啊、欣賞啲花啊，總之就跑嚟跑去咁樣樣。咁咧我哋亦都好歡迎呢啲家長義工一齊嚟，咁所以咧。我哋啲家長咧，嚟咗我哋學校之後咧，就會發覺，哇，點解我自己忙咗咁多嘅咧？唔係因為小朋友嘅學習
或者個功課忙咗，而係學校嘅活動豐富咗。咁所以咧，佢哋咧就會可能每個星期或者隔個星期嚟做義工啦。咁可能會參加我哋嘅聖誕嘅冬季慶典啦、新年嘅慶典啦、我哋嘅春季市集啦，甚至學期尾嘅年終嘅一個慶典啦。中間唔好忘記我哋仲有class play 啦，即係啲話劇嘅表演啦。跟住定期每一年有2至3次同嗰個主班老師 class teacher 見面嘅時間啦，咁樣樣。所以基本上咧咁至少2個月咧，你都會嚟學校一次咧，去參與學校嘅活動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即係華德福學校甚至樹華學校嘅特色，就係好歡迎家長一齊嚟，甚至行山嘅活動咧，我哋都好歡迎家長。即係可能你平時唔多做運動，但係一年嚟參加一次嘅，咁呢個亦都係佢哋嘅原因會參加咁樣。咁所以咧係好豐富嘅活動，同埋好多節慶嘅參與嘅咁樣樣。咁啊去到高年班啊，咁頭先你有講到啦，去到8年班啦、9年班，我哋希望去到發展12年班啦。咁去到中學嘅銜接咧，咁我哋去到將軍澳校舍咧，就係我哋中學部嘅校舍啦。咁咧啲學生咧就會做啲咩咧？除咗佢哋基本課堂嘅學習同埋一啲活動之外，咁其實咧喺個課堂裏邊，我哋開始咧部署緊咧佢哋10年班咧會去考呢個英國嘅劍橋考試啊，一個 IGCSE 嘅國際考試係啦。咁所以其實可能係跟住佢哋六年班開始，其實我哋開始有少少所謂考試嘅體驗。咁咧就係每一次一個學科完咗之後咧，老師都俾個小測佢，睇下佢咧去到咩程度啦，佢有冇嘢需要協助啦。跟住咧去到8年級咧就會正式有個半年一次嘅考試，咁就真係似係我哋平時認知嘅考試，即係你要坐喺個課室度要安靜，跟住有個限時，跟住有份卷你要完成，你要答晒，跟住跟住就要。係啦，咁跟住之後完咗就對卷咁樣樣，咁就正式進入考試嘅過程啦。咁但係咧，我哋比較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我哋唔係好睇重佢係咪真係考得好好，反而咧我哋係睇重究竟因為呢次考試其實老師發現到佢學習上可能有啲咩難處，或者佢有啲咩優勢，咁咧就去幫呢個小朋友咧去8年班要做選科。咁去到9年班咧就進入選科，因為10年班就去考試咁樣樣。咁所以咧，考試同埋功課係咪一定係壞事咧？我自己個人睇咧就唔一定，反而係個重點係個目的同埋個原因係點解你要做呢件事咁樣樣咯。咁所以如果你做得太多，就算你有好嘅美食喺前面，你日日食你都覺得厭啦，係咪？咁所以如果考試係變成一個好冇意義嘅事咧，就會好有壓力嘅。咁所以我哋喺學校咧反而就唔係講緊呢樣嘢，我哋考試或者有啲測驗，其實只係講緊究竟小朋友嘅學習呢一刻評估緊佢嘅狀態去到邊，我哋作為老師或者家長，我哋點樣去幫助呢個小朋友，甚至學生自己知道自己嘅學習狀態係點樣樣咧，咁樣樣。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就係我哋嚟即係中學發展，我哋一步一步建立上去，希望咧嚟緊可以建立到去12年班，去到佢哋可能係入大學啦，甚至係講緊佢有其他升學選擇啦咁嘅部分嘅。係啦，咁咧去到呢個時候咧，都想咧同大家分享咧2個嘅學生嘅小故事啊，即係作為家長或者作為咧老師都好感動嘅時候。咁咧，不過我都想請阿 Miss Barbara，不如先分享咗一個先啦，好嗎？好啊，多謝晒 Miss Wincy 啊，Miss Wincy 頭先咧分享嘅內容咧非常之豐富啊。由講華德福嘅一啲教學嘅特色啦，以至到講我哋樹宏學校嘅一啲特色啦，都解釋得非常之詳細同埋非常之豐富嘅內容。咁咧，其實每年咧擔任咗樹宏學校嘅校董咧，其實已經有6年嘅時間啦。咁我自己嘅小朋友好幸運，就係由佢哋出世開始，我已經揀定咗樹宏學校華德福教育。我揀華德福教育嘅時候咧，其實係未有樹宏學校嘅，因為樹宏學校正正係今年慶祝我哋嘅10週年校慶嘅日子。咁而當陣時咧，我由14年前開始接觸華德福教育嘅時候咧，其實我當陣時好睇到就係小朋友有冇一個更自由嘅空間去到探索佢哋嘅生命，或者有冇一個更唔同嘅體驗俾佢哋學習咧，而唔只係傳統嘅教育裏面佢哋跟住考試嘅模式要點樣成長啊咁樣。咁所以當陣時我自己揀咗樹宏學校之後咧，我陪住學校一路喺呢6年嘅成長發展裏面咧，其實我可以同大家講，如果你係好細個已經揀華德福教育，我恭喜你，因為你陪小朋友一齊成長。
但係如果唔係咧，其實亦都唔好擔心，因為每年咧樹宏學校其實咧都有接待好多唔同嘅插班生轉到入嚟我哋學校，而喺佢哋嘅身上面，不論係學生啦，以至到佢哋嘅父母家庭咧，我都睇到佢哋有好大嘅成長轉變。譬如我講緊以下呢個小朋友，其實呢個唔係唯一一個嘅例子，有好多唔同嘅樹宏學校嘅插班生嘅小朋友都有相類近嘅故事。呢個小朋友咧係小四嗰年咧插班入到嚟我哋學校嘅。咁佢當陣時轉入嚟嘅時候咧，其實佢本來讀緊一間好好嘅傳統嘅主流學校。媽媽問我哋問媽媽啊，點解會想佢轉學入嚟啊？媽媽話其實佢成績唔差㗎，佢跟得上個進度㗎。不過開始見到佢好唔願意返學。由初初會話好唔舒服啦，肚痛啊，有唔舒服啊，唔返學，到後嚟咧，其實佢真係提唔起任何動力。直至到咧佢開始抗拒返學，佢朝頭早真係唔想起身返學。咁媽媽覺得好心痛啦，甚至係週末嘅時間，媽媽想同佢帶去同屋企人聚會啊，或者帶佢出去玩啊，佢都好似冇咗嗰種生命或者生活嘅動力一樣。咁媽媽開始覺得，咦，好似唔妥喎，係咪個學習嘅壓力太大，而令到小朋友真係連生活嘅動力、生活嘅能量都冇咧？咁於是咧，媽媽開始咧就探索嚟到樹宏學校去到參觀啦，跟住同我哋去傾偈啦咁樣。咁其實咧，小朋友喺小四嗰年轉咗入嚟之後咧，短短個半到2個月間，媽媽俾我哋嘅回饋係呢個環境真係一個非常之有愛同埋非常之關懷小朋友嘅環境，亦都係一個比較放鬆嘅學習模式底下咧，其實小朋友咧係轉變咗好多。唔知大家有冇諗過咧？其實咧不停咁叫大家測驗啊、考試啊咁樣咧，咁其實咧小朋友係處於一個長期有壓力嘅狀態。唔知大家有冇諗過咧？如果大家唔喺嗰個長期處於壓力嘅狀態，一個所謂 stress free 冇壓力嘅底下，到底小朋友會點樣呢？又喺我哋一個冇乜測驗考試嘅狀態，佢唔需要同人哋比高分。佢只需要盡力做好佢嘅功課，做好佢嘅主課本啦，可以發揮佢嘅擅長嘅畫畫啊，或者佢嘅創作喺佢嘅記錄佢嘅主課裡面啦。咁其實呢個完全唔比較嘅狀態咧，令到成個班級嗰種和諧同埋嗰種關愛嘅文化咧，係對小朋友有好大嘅轉變。媽媽開始見到咧個小朋友咧由好抗拒返學，到佢開始願意返學。到佢開始甚至期待返學，佢開始期待假期唔好咁長啦，因為佢開始識到朋友啦，甚至係咧佢開始重新咧可以有對返學對學習有個熱情，同埋開始咧展現到佢嘅笑容啦，同埋佢嘅喜悅，佢對生命開始有動能去到探索。一個小朋友咧，如果佢連對日常嘅生活生命都冇咗動能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好難有意欲，或者有個 motivation 俾佢去到學習啊咁樣。咁但係咧喺一個減少咗壓力、減少咗測驗考試冇必要嘅壓力之下，小朋友有一個更關愛嘅環境底下咧，其實佢係漸漸咧見到佢嗰種學習嘅熱情啦，見到佢熱愛佢嘅學習，甚至依家咧佢已經係我哋7年班啊、8年班嘅其中高年班嘅學生咧，佢已經自己有能力去自學。去到探索一啲佢對於佢有興趣嘅課題，佢會去開始睇書啦，然後揾上網嘅資料睇下點樣去深化嗰個內容同埋嗰個學習啦。咁喺呢一啲學習技巧上面咧，其實唔係老師夾硬俾佢嘅，而係點樣能夠令佢咧更加多探索嘅空間，同埋展現佢熱愛學習嘅成長。咁呢個咧都係其中樹宏學校一個比較特別。或者其實唔係一個，而係幾個咁樣插班生嘅故事咧，都係每一次讓我咧喺樹宏學校裏面服務同埋工作嘅時候咧，都係對我好大嘅鼓舞，同埋都係對我好大嘅鼓勵嘅。你剛剛分享咧就係一個插班生轉學高小嘅時候轉學入嚟去到初中嘅故事啦。跟住落嚟咧，交俾 Miss Wincy 同我哋分享下一個由初小已經入嚟嘅小朋友到底又係點樣嘅狀態咧？
好，咁咧，我分享之前咧，我想講一講咧，我哋眼前見到嗰啲相片咧係只供參考嚟嘅，係啦，就唔係我哋分享緊嘅當事人嚟嘅，咁所以咧就係啦，咁啊唔好誤會呢個位。咁咧，我想分享一個咧，一個小朋友嘅故事咧，就係佢嚟嘅時候咧，佢其實佢本身已經喺華德福嘅幼稚園上嚟㗎啦。咁我哋就會可能大家都會諗啊，咁一定好好啦，個環境又好滋養啦咁樣樣。咁但係事實上咧，每個小朋友都有佢嘅時間去成長嘅。咁所以當佢上到嚟一年班嘅時候咧，其實老師都發現咧，咦佢都有啲唔同嘅學習狀態㗎喎。佢可能咧第一啦，小朋友。好多時候一年班嚟到嘅狀態就係咩咧？就係個語言環境啦，因為我哋係英文嘅學校啦，我哋即係用英文教學嘅學校啦。咁所以咧，佢對佢嚟講都係一個比較陌生嘅語境啊，因為佢以往都係廣東話比較流利一啲。咁所以佢嚟到咧，其實佢有少少唔適應，因為佢覺得佢聽唔明。咁佢嘅老師亦都係外籍老師啦，咁所以佢就覺得誒溝通唔容易。咁啊有變咗喺課堂學習咧，佢要靠班上嘅同學咧做一啲簡單嘅翻譯嚟幫佢啦咁樣樣。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其實佢都唔算好，佢個安全感比較低嘅，咁所以有啲時候咧，佢會中意自己一個人，可能坐埋一邊啊，自己睇書啊，或者自己玩玩具啊咁樣樣。咁你睇到佢其實對自己冇乜信心啊。咁所以咧，諗下喺一個語境唔熟悉，跟住自己又冇信心嘅情況之下，你可以幻想得到咧，呢個小朋友喺即係一年級或者啱啱入嚟嗰幾個月咧，其實個學習狀態咧，其實係好一般嘅啫。咁老師咧，個主班老師咧，包括其他老師都有觀察到，亦都留意到。咁但係咧，我哋唔會逼佢，因為每個小朋友有佢成長嘅速度。咁咧就係因為我哋喺華德福教裏邊，我哋容許佢可以跟住唔同嘅節奏，跟住我哋嘅節奏，跟住唔同嘅活動形式去呈現、去展現，甚至係學習。咁所以咧，可能佢呢一刻唔可以去講嘅，咁佢咪可以跟住畫咯。係嘛？佢而家唔畫得嘅，或者佢可以做手勢，甚至佢用一啲肢體動作去展現佢一啲知識，亦都可以。咁喺個過程裏邊咧，都唔係一個短嘅時間。其實佢差唔多花咗整整一年嘅時間。我自己咧最開心咧，其實係去到一年班尾段，即係又係呢啲時候啦。5月嘅時候咧，開始做緊啲班級話劇嘅時候咧，哇！我係見到一個完全唔同嘅佢。因為當時佢係能夠自己企出嚟咧，係好自信、好自在咁將佢自己要講嘅對白好清晰咧咁樣講出嚟，係冇怯場嘅。咁但係其實最大嘅驚喜咧都唔係喺嗰時，我發現咧今年佢而家已經升咗班嘅時候咧，我再認識佢，甚至再聽老師講嘅時候咧，哇！佢完全係有嗰種咧係好內斂收埋自己，你見到佢個身體嘅肢體嘅動作，好似想縮埋保護自己咧，到而家係有種打開，企喺度自在，能夠站立起嚟。能夠用英文同你溝通，佢唔係淨係用中文咁簡單，而係佢能夠用英文同你溝通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佢話佢而家返學係開心咗，即係呢個轉變咧。你喺可能如果你普通出邊或者有時自己耐性一唔夠，你就覺得哎呀點解咁慢㗎？哎呀點解我已經花咗咁多時間去照顧或者做咁多嘢，點解好似冇效㗎？咁但係我覺得喺樹華學校裏邊，我哋就係容許佢有時間咯。我哋尊重佢嘅時間，尊重佢嘅成長，可能慢，但係我哋嘅優勢就係有得慢，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最大嘅獨特嘅地方，就係我哋可以容許佢慢。咁你今年比較慢唔緊要，出年都總會有進步嘅地方。可能佢只係每一刻只係進步咗好少1%、0.5%，但係佢呢個進步去到一個時間點就會累成一個好大嘅成長。咁所以當佢嘅身體同埋心理同埋個環境對佢有信任同埋俾空間佢嘅時候咧，咁佢嘅成長就突然間完全就展現咗出嚟，可以係一個好大嘅驚喜。咁呢個就係我覺得我哋自己尤其是喺而家呢個世代咧，講緊資訊好多啦，知識好多啦，啲嘢要快啦，電話個信息要即刻接收啦，網上面睇嘅材料啊，好多好多好多嘢，就算身邊朋友同你分享緊好多個內容，其實好多啦。可能你出街去商場啲燈光啊，好多嘢已經變咗好焦慮啊，好容易緊張同焦慮。但係如果你容許自己嘅小朋友喺佢嘅學校裏邊，甚至屋企裏邊，有一刻係可以靜落嚟、慢落嚟，同佢好好咁去，可能係唱下歌，一齊做下手工，或者一齊講下故事。
可能其實只係靜靜地一齊去做啲好簡單嘅事情咧，其實已經可以幫到小朋友嘅成長同埋學習咧。所以咧，我覺得華德福教育咧就唔係淨係喺樹雲學校嘅，我覺得呢樣嘢係可以帶翻去你屋企，去成為你屋企一個好獨特嘅一個家庭教育嘅目的嘅，係啦，同埋一個方式嘅咁樣樣咯。咁所以咧，希望咧兩個故事都俾到一啲唔同嘅體會你啦。咁當然啦，故事就唔淨係得兩個嘅，不過時間關係，我哋就只係分享兩個啫。咁但係如果你有機會嚟我哋學校咧，可能就會聽更多嘅故事啦。咁咧，其實我哋學校咧係長期都開放咧，家長俾歡迎家長嚟預約參觀學校嘅。咁我哋有兩個校舍啦，一個校舍喺西貢大網仔，就喺小學噶啦。咁我哋中學嘅校舍就係將軍澳坑口村嗰邊啦。咁所以咧就按住你自己嘅時間同埋需要咧，隨時咧你可以喺網上面登記又得，你係 WhatsApp 揾我哋又得，你 email 聯絡我哋都得。咁我哋可以有一個專屬嘅參觀一個 school tour 咧，安排俾你咧，讓你咧感受下學校啦，認識老師啦，有機會或者遇到學生嘅就同學生互動啦，感受一下咧究竟呢個環境呢個教育係一個點樣美麗咁美好嘅教育咁樣樣。咁所以咧就歡迎你哋隨時就同我哋預約咁樣嘅。好啦，咁我哋去到咧而家咧就睇下大家去到接近尾聲嘅環節，睇下大家有冇特別嘅提問或者覺得有啲嘢都想釐清喎咁樣樣，咁啊歡迎呢個時間咧可以提出嚟啦。或者 Miss Barbara，我哋好似之前係咪收到一啲嘅提問嘅咧？係啊，冇錯啊，其實咧都好多謝咧，咁多位家長報名嘅時候咧，其實都有留言俾我哋，你哋想知道嘅嘢啦。咁其中一個問題咧，我自己好中意嘅就係咧，佢話到底咧，我哋樹華學校咧，對於家長嘅參與咧，長期嘅參與有啲乜嘢期望嘅咧？咁其實呢條問題咧，我覺得佢問得好好㗎，因為咧佢正正回應咗咧，我啱啱開始嘅時候咧，俾大家揀圖片嘅時候咧。我哋咪有一張圖片咧，係陪住個小朋友踩單車嘅。呢個圖片係5號圖片咧，其實頭先係好多人揀㗎。其實你哋心目中嘅教育咧，正正係揾緊呢一個陪小朋友成長、參與佢哋成長嘅一個教育。咁到底喺樹宏學校咧，家長係可以點樣陪小朋友成長嘅咧？Miss Wincy。咁啊頭先其實有講到啦，咁啊其實學校其實家長嘅參與係好多。係啦，咁啊包括一年有3次家長會啦，就係一個全班嘅家長會啦，同埋獨立見面嘅單對單嘅會議啦。咁係至少3次你會可以參與啦。咁另外就一年有4個唔同嘅慶典，咁啊聖誕啦、中秋、聖誕、新年。同埋學期尾嗰個學期尾嘅嗰個慶典，咁啊有4樣就4次啦，咁所以加埋已經有7次你可以參與啦。咁另外咧，我哋仲有學校行山嘅活動啦，咁起碼一年咧有1至2次。咁我就算計你1次咧，咁我哋已經去到有8次嘅參與啦。咁另外咧，其實我哋有啲活動咧都好歡迎有家長義工嘅，尤其是咧啲低年班，譬如頭先講啦，去 VRC 一啲戶外活動啦。咁我哋歡迎低年班嘅家長參與啦，你可以每個星期嚟又得。你中意隔個禮拜星期又嚟又得，你中意1個月嚟1次又得，咁呢個其中一個啦。咁另外咧，有時課堂老師都會咧，可能喺授功課啊，或者有啲活動裏邊想邀請家長幫手做義工，可能陪伴啲小朋友一齊整嘢食，或者做一啲活動，咁啊嗰啲又係啲嘅機會啦。咁所以其實咧要參與嘅話咧，其實我哋學校非常之歡迎家長舉手，話有咩我幫手啊，甚至去到我哋話劇表演嘅時候咧，家長嘅參與都係好投入嘅，因為我哋可能要做戲服啊，要做啲背景嗰啲準備啊咁樣樣，咁所以咧亦都好需要家長嘅參與。咁所以咧你要數嘅話咧應該唔止10隻手指啦，係你可以每個月都嚟1次咧，你出席學校嘅活動嘅，係啦。咁咧除咗嗱，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你可以隨時開麥啦，你亦都可以隨時舉手發問啦。咁啊，好多謝 Miss Wincy 剛剛嘅解答啦，亦都可以喺個 chat box 裏面咧打字去到做提問嘅。咁咧，因為跟住落嚟咧嘅時間其實唔係好多啊。喺我哋臨總結之前咧，其實我好想大家咧回憶一下，我哋剛剛開始嘅時候咧，我俾咗9張圖片大家去到揀你理想中嘅教育到底係點樣，而你想揀俾你自己小朋友嘅教育又係點樣？
其實聽咗咁耐我哋嘅介紹之後咧，唔知大家有冇揾到樹宏學校咧係點樣陪伴小朋友嘅成長，亦都唔知道咧大家有冇體驗到我哋係點樣陪小朋友，好似第9張相咁樣拎住呢個對焦，攞個手指去到喺佢哋嘅生命裏面去到揾佢哋嘅探索，揾佢哋嘅方向，又係點樣？或者係好似第1張相嗰個好開心嘅小朋友啊，一個夢想飛行嘅狀態。我哋有冇呢個空間陪伴我哋嘅小朋友，俾佢去發夢？好似 Miss Wincy 講，我哋能唔能夠放下我哋嘅腳步，喺呢個知識或者資訊好發達、好快速嘅年代，俾佢哋放慢腳步，去到發白日夢，然後去探索佢哋嘅生命，探索佢哋嘅夢想，會係點樣呢？喺我哋嘅樹宏學校裏面呢，我哋成日講緊啊，點樣陪小朋友成長探索，由初小陪佢哋走到去中學。啱啱收到咧喺 Chatbox 裏面有其中一位朋友問啦，學生係咪讀完中學之後有個國際試，對於香港嘅大學係咪都可以接上呢？係嘅，樹宏學校咧選定咗我哋嘅中學課程咧，揀咗 IGCSE。國際嘅考試，咁呢個 IGCSE 嘅考試咧，同本土嘅 DSE 考試唔一樣。咁 IGCSE 嘅考試咧，完咗之後咧，其實佢哋可以以 non-JUPAS 嘅方向咧，繼續留喺香港，繼續升學啦，或者咧係佢哋可以用 IGCSE 嘅考試成績，亦都去海外嘅學校去到升學。咁因為樹宏學校華德福嘅國際課程嘅發展啦，咁所以我哋並冇揀到 DSE 嘅傳統考試模式，我哋選擇咗咧 IGCSE，原因係咧佢嘅學科嘅課程嗰個 curriculum 咯。考試模式，我哋選擇咗咧嗰個 curriculum 傳統考試模式。Sorry 啊，係咪有 mute 咗？係啦。咁我哋揀咗呢個課程咧，係因為咧我哋樹宏學校嘅教學模式啦，同IGCSE 嘅課程咧係比較類近啦，亦都可以涵蓋到我哋嘅範圍。咁所以咧，即使我哋嘅小學咧唔係全時間喺度培訓緊小朋友去考試咧，佢哋係由初中開始去接觸考試嘅模式咧，我哋都有信心帶佢哋去接觸 IGCSE 嘅考試。咁亦都IGCSE 嘅考試咧，亦都喺香港啦，甚至國外啦，都係可以有佢發展。如果大家認識咧傳統嘅英國嘅學校咧，其實佢哋就係喺初中嘅階段咧之後咧就會考 GCSE，而我哋選擇嘅 IGCSE 個 I 咧就係 stand for international，就係令到佢哋有呢個中學嘅文憑課程，係啦。咁希望呢個可以對接上答到Hayden 嘅問題啦，多謝你呢個問題。咁如果你對相關嘅課題繼續有興趣咧，都歡迎你同我哋聯絡，去預約一個參觀嘅時間，咁讓我哋嘅家校主任咧可以為你詳盡咁解釋啦，亦都可以展示我哋中學嘅發展課程到底會係點樣。係啦。咁咧，唔知大家仲有冇其他問題啦？咁嚟到咧，我哋已經 overrun 咗少少嘅時間咧。咁咧，我想嚟個總結嘅時間。樹宏學校咧，其實好知道咧，華德福嘅教育理念咧喺香港仍然係比較相對新啦，同埋比較只係就算樹宏學校 Forest House Waldorf School 咧，都只係10年嘅歷史。咁所以對於華德福嘅教育模式啦，對於我哋跨學科嘅學習，或者好似頭先 Miss Wincy 提到唔同嘅華德福教育特色咧，到底我哋係點樣實踐、點樣實體應用嘅咧？咁其實咧，今日咧只係一個起步點，今日只係我哋一個開始。我哋好希望咧，將來咧，我哋繼續有時間咧，係會繼續積極去籌辦唔同嘅網上嘅時間啦。希望大家咧，星期五晚或者星期六晏晝啊、早上啊，有時間嘅話咧，繼續支持我哋。我哋都會透過咧唔同嘅topic 啦、唔同嘅主題啦，同大家一齊去探索。不論係學科嘅發展啦，或者係家校合作啦，甚至係家長教育，到底頭先 Miss Wincy 有提到，除咗學校教育以外，家長嘅家庭教育又點樣可以融入華德福嘅教育理念呢？如果大家對嚟緊樹宏學校繼續舉辦嘅活動有興趣嘅話，歡迎你繼續留言俾我哋啦，歡迎你繼續支持我哋，亦都繼續報名參與啦。咁樹宏學校咧亦都會積極
繼續發出唔同嘅邀請。如果有一啲特別嘅 topic，你特別好想知道嘅咧，亦都歡迎你send message 俾我哋啦，或者喺我哋嘅 Facebook post 裏面留言話俾我哋聽，你想聽啲乜嘢 topic，咁令到我哋咧可以積極去籌備唔同嘅主題內容同大家嘅分享。因為咧，其實當我哋今日講呢個網上簡介會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國籍嘅主班老師咧，都非常之好。佢哋已經好熱心講緊啊！我對 class play 頭先講每班都會有個話劇嗰個 class play，其實我好想深入啲去同大家分享下 class play 到底係一件點樣嘅事喎。或者亦都有間老師同我哋講，朝頭早我哋朝早做嘅 morning circle 點解對學生學習嘅狀態係咁有幫助、咁有效嘅咧？咁佢都好想嚟同我哋分享下喎。咁所以咧，我哋會積極籌辦唔同嘅主題內容，希望咧幫到大家。咁喺呢度咧，時間咧已經嚟到9:20啦。咁我俾最後10秒大家，請問大家有冇其他問題或者其他嘢想留言俾我哋知道嘅？如果冇咧，咁 Miss Wincy 係咪應該有一張 slide 係頭先嗰個 QR code 啊？定係你仲 show 唔 show 嗰個 slide 啊？ show 咗啦已經。哦，show 咗啦，好多謝你。咁咧，係啊如果任何家長你有問題嘅話咧，咁歡迎你隨時 WhatsApp 我哋啦，同我哋聯絡啦。咁我哋都期待下一次再同大家見面，同大家繼續探索華德福嘅教育或者係家庭嘅教育點樣融入華德福嘅教育理念。咁好多謝大家今晚花咗1個鐘頭。20分鐘嘅事係咪1個鐘頭20分鐘？我唔識計。係啊，係係啊，1個鐘頭20分鐘嘅時間啦。多謝你哋，好多謝你哋今晚嘅參與啦。咁亦都祝你哋咧有一個好愉快嘅週末。咁嘿，俾個心心，多謝大家。咁希望你哋 Thank you，今晚嘅分享多謝對大家有幫助。咁有問題嘅話，隨時歡迎希望可聯絡我以見到哋。你哋啊！係啊，亦都好歡迎邀請你哋嚟樹仁學校參觀，睇下我哋嘅學生作品啦。因為佢哋好用心畫佢哋嘅主課本同埋佢哋嘅水彩畫㗎。咁多謝晒你哋今晚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啦。多謝晒咁多位。